大家好，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。我们今天来介绍这种很特殊的兰花哈，这个叫做大蜘蛛兰哈。那这个不是台湾的，台湾也有产哈。那这个是国外的啊，这个是我去年年底买的。其实我这边的环境比较不适合蜘蛛兰的哈。蜘蛛兰是一种无叶兰，你会看到基本上看不到它的叶子哈。那这个因为是看起来大小是从平苗出来的哈，所以它的叶子会带有一些的小叶子哈。那这种蜘蛛兰呢，其实它需要比较高湿度的环境，然后又不能很湿哈，所以它只能种在木板上或者是木头上，它旁边不能有水草，有水草会烂掉哈。它非常的特别。那这一颗我记得是黄色花的大蜘蛛兰，是泰国产的哈。那台湾的呢，最近应该在开花，你可以在市面上有时候可以看到。它是开苹果绿的颜色哦，我会 po 一下我的照片，我以前有养过，但是我这个环境实在是不太适合蜘蛛兰，因为我这边太干了哈，就是常常会干死哈。那但是我最近有买一个造雾机啊，就是它可以打雾的，说不定今年种，说不定能活，还不确定中。好，你看它现在有水分，是因为它有雾的关系哈，造雾机有雾的关系。OK， 那这种蜘蛛兰很可爱哈，通常它是利用它的根做光合作用的那个，这是它的根，然后可以利用它的根做光合作用。那它的花梗会从中间抽出来。那这个通常它如果长叶子，表示它的环境就出问题了。通常或者是小苗才会长叶子，这个是小苗。等到它大的时候，它会攀到木板上的时候，那它就不会有叶子的状况产生。如果产生叶子，表示环境有出了很大的问题，它才会产生叶子哈。OK， 那这一颗你看，我现在这一颗手上这一颗是2颗缠在一起的哈，2颗缠在一起的个体。好，那它就像为什么叫大蜘蛛兰？就它外形感觉就很像一颗，你可以说它像蜘蛛吧。它会盘在木头，在野外的时候，它会盘在木头上或者是木块上哈。那在台湾，其实除了大蜘蛛兰之外，还有很多的蜘蛛兰，像什么扁蜘蛛啊，然后小蜘蛛啊，哈，那些其实就个体就很小，那花也很小。那比较常见的应该就是比较花型比较大，然后比较漂亮，大概就是蜘蛛哈，大蜘蛛。那还有一种叫宽囊大蜘蛛哈，台湾后来还有发现一种宽囊大蜘蛛，它的花上是有斑纹的，斑片的，那感觉就完全长得不太一样哈。那比较少哈。它原产地其实是在溪床旁边哦。如果你有看过它原产地，基本上它的原产地会在溪床的附近哈，就是有水汽上来的地方，所以它需要的环境是一个有阳光的环境，然后再加上有水汽的地方哈。重点应该是它的水汽哈，它必须要有那种水汽，但是不会积水哦，它积水会死掉，会出问题哈。我看过有人做的环境很有趣，他把外层包起来，然后定期喷水，长得非常非常的好哦。那我这边目前就只能做开放式的环境，然后用打雾的雾气制造雾气的机去做看哈。因为我之前有养过，在我这个环境下，不管你怎么浇水都太干了哈，所以如果要种这个的话，可能要有一点点那个难度，它会有一点点难度。那基本上全部都是上板种植哈，尽量不要用水草，水草会烂掉哈，真的会烂掉。就算连我们的蛇木板都不行哦，好，它需要这种干的木片，就是外层是完全可以干的这种木片哈，就是大概这样子哈。这个就是很特殊的大蜘蛛兰哈。在美国有几种个体也很像，一种叫做幽灵兰哈。如果你有听过什么以前的兰花猎人要寻找幽灵兰啊，就是他寻找一种我记得是在湿地的一种兰花哈。那台湾也有出现过小苗，那种非常非常的难种，基本上不是在山区环境或者是不在好的环境下，其实种不太活哦。所以前一阵子有人放出那个小苗的时候，我看到就觉得哇，天哪，这个是高难度中的高难度。虽然是平苗出来，但是还是非常高难度哈。基本上没有几个人看过它有花哈。那它那一种兰花其实又比较像半寄生植物，那跟这个又不太一样哈。它的环境状况又不太一样哈。
那这种蜘蛛卵可以长多大呢？可以长到整个木板一样大，非常非常大。那这个是小苗哈，这个是平苗出来的哈，所以它还非常小。那其实如果是台湾的话，你的湿度如果够的话，它非常好种哈。因为我之前看人家种，有湿度环境够的话是非常好种。那我现在这个环境就是不行了，所以我加了一个加湿器下去，希望能改善这个附近的环境的状况。OK， 那今天就介绍这种特殊的兰花，叫大蜘蛛兰哈。就是我在 po 相片在最后面，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哈。那它就是一条像根一样的东西，那其实它是一种兰花哦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现在啦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对了，如果喜欢我们频道，请记得订阅我们并分享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